我是恐怖游戏里的垫底炮灰，全靠抱大腿苟活至今。榜上前3大佬我都真诚舔过，可后来副本开荒，他们齐聚一堂，弹幕都说我完了，肯定会被集火撕碎回老家。我战战兢兢点头，因为这个隐藏副本还真就是我老家。温馨提示：通关时间仅剩30秒，倒计时29、28。随着系统音响起，我疯狂地奔跑起来。狭窄黑暗的走廊，到处都是断肢残骸，血腥味、腐臭味交织刺鼻。我咬着下唇，脸色煞白。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旁边的房间门突然打开，无数猩红色的眼珠滚了出来，咕噜咕噜，咚咚顿顿，像是被炮仗的水宝宝，个个都有篮球那么大。他们停住，转身，瞳孔聚焦，找到你了，然后铺天盖地而来。我浑身僵直，脚下被粘液困住，一步也动不了。千钧一发之际，几道银光飞速划过，眼前骤然明亮。好了，男人似是踩在半空中，一脚满是血迹。充当武器的银色钢管被他丢弃，金贵冷淡的脸上写满了嫌弃。他转头看向我，皱眉，真脏。手却伸长捞起我，迅速往外移动。我怂怂地扒住他，按照身份卡的设定，小声道：“谢谢老公救我。”男人肌肉立时绷紧，直到周围豁然开朗，系统计时也到了最后几秒。5、4、3、2、1，副本结束，剩余玩家7，恭喜顺利存活通关。积分已发放，请注意查收。期待与您再见，谁想再见啊？我心有余悸，但是一想到那个，我还是打起了精神，就着双脚离地的姿势，转头向上。老公啊，不，大佬。副本结束，就不用再按照身份卡设定说话了。身边这男人在积分榜排第1，被我在副本里喊了无数声老公。纵使我抱过许多大腿，皮贼厚，也要说一句，这条非常粗，但是真冷啊！我都怕他杀 BOSS 前先嘎了我。我真诚陪笑，可以放下我了吗？男人顾林瞥了我一眼，表情依旧冷淡。他松开手，我赶忙跳到一边拉开距离，腰腹那种紧勒的感觉终于消失，我松了口气，等着被传送。顾林却没有如我想象中一般远离，反倒是点开了终端，递到我面前，加好友。我愣怔间白光亮起，我溜了。对不起了大佬，不是我不想加，是我不能加。参加这个恐怖生存游戏的每个人都有专属的身份终端，可我的这个是我捡来的，因为我并不是被选中的玩家，而是副本 NPC。我所在的副本已经很久没有上线营业过了，就像压箱底久了的书，落满灰尘。就算向系统申请，得到的也是自动回复。直到有一天，我捡到这个终端，主系统终于给出指示，只要攒够一定积分，就可以进入副本开荒选项。所以，我变成玩家进入副本。但是由于 NPC 身份限制，我的攻击打不出伤害，却能被对方轻松 KO。无奈之下，我选择了抱大腿，很好用，积分蹭蹭涨。唯一缺点就是每一个后续都不大好处理，我默默把几个榜单大佬名字划进黑名单，选择减少组队几率，然后从背包里摸出另一个通讯器，上面好多条未读信息，全部都是在关心我。宝啊，累不累？啥时候回啊？乖乖，别太辛苦，我们没工作也不算啥。姐姐你快回来，我好想你。他们都是我副本里的 NPC， 都是我的家人。我一一回复，告诉他们马上。经过和顾林刚刚的任务，积分已经够了，马上我就能带领副本上线，大杀四方了。可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来我家开荒的玩家都是熟人啊？眼前滚动起久违的弹幕，来了来了，副本开荒直播，我靠什么阵容啊？不懂就问，这是全明星表演赛吗？哎呀呀，方潮哥哥眨眼了，好帅！我天呐，沈老师也在，这把稳了，男妈妈就是最细致的。你抬头看看，顾大佬也来了，我原地失语。积分榜前3全来了，我刻意忽略投在我身上的视线，倒不是顾林，是方潮。没错，第2名大佬的大腿我也抱过。想起那个时候的经历，我就忍不住哆嗦。不为别的，因为方潮太疯了。还好系统提示音及时响起，欢迎来到 B 级副本开荒直播，此次参与玩家为6人。开荒直播规则与正常副本不同，具体暂时未知。无论如何，请努力通关哦。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惊了。才 B 级啊，这什么低级副本，浪费这么多大佬，就当表演赛看好了，轻轻松松。弹幕上什么观点都有，我却看着那个 B 级有些出神。早晚有一天，肯定会有那一天，这个副本会成为 SSS 级最高副本，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我很有信心。传送光亮起，眼前景象扭转变形。游戏开始，欢迎来到青春公寓。世间灯火皆有归处，倦怠的脚步需要停住，一切往来去留都为众生。我睁开眼，挂起微笑，说出我期待已久的台词：你们好，我叫陆河，是这里，老婆。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我愣愣地看过去，是顾林。
他脚步自然地走到我身边，丝毫不在意其他人怪异的神色，重复道：“老婆，走这么快，都不等等我？”啊！弹幕停滞一瞬，炸了。不是，顾大佬叫他什么？呜呜，老公你怎么回事？老公你说句话呀！这个女的是新人，为什么没有开直播间？我靠，我认识她，就是个垫底白莲花，纯靠男人的废物。顾林依旧是那副冷淡的神情，凑近我耳边低语：“你说过副本里要喊老婆，忘了？可那是上个副本的事了，而且他居然记得。那为什么我跟他商量的时候，顾林里都没理我，瞥了我一眼就冷哼着走了？男人心，海底针，真难搞。”我查看了一下身份，发现自己竟然还是玩家，系统没有给我恢复成 NPC。我有些慌神，脑海中排练过无数次的流程，一上来就卡住。弹幕也在迷惑，系统是不是还没有介绍背景和任务啊？身份卡发了吗？开荒直播没有这个流程的，全靠玩家自己探索发挥，那不是大乱斗了？太刺激了吧！顾林拉开了一点距离，并没有完全离开，他还在等我回答，直到一个身影强势地挤进我们之间。好了，别闹了，是沈岩。他鼻梁上戴着一副金丝镜框，显得金贵儒雅，笑容无奈地道：“明知道我这个学妹脸皮薄，你还这么逗她。”一句话就化解了尴尬的氛围。我刚想顺嘴否认过去，只听见身后另一个声音靠近。方朝抬手按在我的肩膀，冲着顾林笑了笑：“就是阿哥，别欺负嫂子了。”刚放下去的心又悬起来了。不是什么哥哥什么嫂子，你怎么不打招呼就加戏的？我和方朝对视，他的模样偏向少年，头发微卷，眼尾下垂，是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的类型。可我知道这副皮囊内里是多么疯狂和偏执。方朝的手指点在我肩颈处，像是弹钢琴一样，有一下没一下的。点我妈了半边身子，只得求助地看向沈岩。排行榜第3的男妈妈，舅舅，唠唠。沈岩看起来也很无语，叹了口气：“先进去吧，大家在路上累了一天了，得好好休息。”他语气软和，动作却强硬，直接扯开了方朝，推着我的后背就往前走。弹幕嗷嗷叫唤出我的心声：“萨苏嘎男妈妈，好稳！”2、3句话就拉回来了。不懂就问，顾大佬和方朝原来是这样的，过于自由了吧？沈老师我的卡密，跟他组过队的都知道，安全感拉满。好在总算是往下推进了。这次副本总共进来6个人，除了熟面孔外，还有位年纪较大的工装男子和眉眼精致的白领 OL。他们在刚刚都选择了保持沉默，默默观察四周。门口的牌子上写着青春公寓，内里却是复式别墅的模样。随着我们全都进入后，大门自动合拢，窗外瞬间漆黑。陈旧的装潢，昏暗的灯光，无一不在提示众人，这里暗藏危机。游戏已经开始，大家各自选了房间探索。我也迫不及待，召集了所有怪物 NPC 开会。毕竟这是我们副本第一次在大众面前露脸，必须严肃对待。月亮爬上树梢，约定的时间来到。我满心期待和激动，听见有节奏的3声敲门，咚咚咚。我笑道：“这才多久不见，都学会敲门了？”哎，是这样吗？门外的人歪头，恍然大悟。我的笑容僵在脸上。方朝一手撑住门板，居高临下的勾起唇角：“嫂子你好，我是我哥。”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方朝？他为什么要过来找我？对呀，我跟他也没什么可说的。哎，等等。我抬头对上一双玩味的眸。方朝掐着声线，模仿我的语气：“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半夜来找我？怎么样，我猜对了吗？你是这样想的吗？”我呆住。他什么时候点了读心术技能？弹幕也不比我淡定多少。哦豁，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展开？老公，你现在离开他，我还能原谅你。方朝对于我的反应很满意，愉悦地弯了眼睛。他抬脚往里走，很不拿自己当外人。你和我哥平常也都会这么玩吗？偷情 play？ 什么？不打招呼就进来这种啊？还是说方朝反手关了门，突然压低了声音，像是悄悄话一样？你今晚等的人不是我哥？不是，他对这个身份设定也太上心了吧？我心下无语，听见方朝轻笑，果然是这样。嫂子，你不乖哦。对方的呼吸越靠越近，我躲避不能，只能屏息凝气，在他鼻尖碰到我的那一瞬间，鼓起嘴巴使劲一吹。方朝下意识闭眼，我趁机拉开距离。弹幕刷得飞快。方朝好沉浸，这个人物设定啊，他一定很爱看伦理片吧？嫂子文学加号年下强制加号惩罚情节，不必多说，懂的都懂。笑死，惩罚就是小叔子被嫂子近距离吹眼睛吗？片刻寂静之后，方朝开口了：“过来。”他语气温柔，甚至还带着笑：“过来呀。”可我脑海里的警报声都想成长串了，很不想承认，但事实如此。越平静的方朝越可怕，他气疯了。方朝是一个很会伪装的人，我就曾被他无害的外表欺骗，从抱大腿变成了带新手，不曾想后面被他反转的骚操作秀了一脸。扮猪吃虎的戏码他百试不厌，但是遇到了我抽到的人物身份是卧底，
而方朝是敌方少主。身份卡的任务要求我背刺方朝，可为了通关，我一推再推，直到确保胜利存活之后，我才象征性的戳了他一下，就当是报他骗我的仇了。想不到吧，我跟你也不是一伙的。系统倒计时开始，我站到了方朝对面，笑着对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分道扬镳。”划破他衣袖的匕首被我丢到地面，对上方朝错愕的眼神，我狠狠解气。就在等待被传送的时候，意外陡升，方朝突然发难，直接砸穿了副本。字面意义，完美发挥了他榜2的实力，打破了副本之间的隔离壁垒，让我们这个地下花园的残存玩家和旁边迷雾之夜才刷新的玩家们两脸懵逼。而罪魁祸首方朝，染血的脸上挂着无辜的笑容，朝我伸手：“过来，没事的，过来啊。”一如现在。我咽了咽口水，摇头，还是不聊。那好吧。方朝垂眸无奈：“小何，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他说：“你像不敢亮爪子的猫，又凶又怂。明明跟着顾林的时候那么乖，为什么见到我就害怕呢？因为你是神经病。”我一边后退，一边盘算着怎么应对。别的也就算了，这个副本可是我老家，不能让方朝发疯再给我拆了，必须得找人压制他。就在这个想法出现的瞬间，天花板突然坠下了什么重物，精准地砸向方朝头顶。砰！浑身漆黑衣衫破碎的人形生物，脖子被绳子缠绕捆绑，倒吊着挂起来，借助着绳子和天花板的连接，蹦极一样弹起来后再次坠下。方朝所在的地方被砸开一个小坑，倒吊人转过脸，皮肤寸寸剥落，眼球从矿骨中拖出，凶狠的大吼：“哪里来的臭小子欺负我宝，活腻了是吧？”伦理系秒变恐怖片，指男主角变成病娇。可是方朝哥哥这样好 S 我可以，我朝。等等，是真的恐怖片。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呀？妈呀，声音也好可怕，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没有人翻译一下在说什么？倒吊人以整个天花板为基础，动作迅速且出人意料，可声音却暴露了他的位置。来呀，崽种，躲什么？面对我！你有本事欺负小何，怎么不敢和我打？我又惊又喜，然后欲言又止。倒吊叔，你只能发出吼叫，除了我，没有人能听懂了。眼瞅着方朝适应了攻势，反手就要回击，我顿时后背一凉，猛地扑了过去。不要伤害倒吊叔！方朝瞳孔一缩，瞬间收手转向，却还是擦着我的肩膀而过。小何，弹幕也惊了啊！生扑副本鬼怪，有点猛了。我说：“来个人救救啊！隔壁住的是谁来着？”这一条提醒我了。我抬手帮倒吊人的眼睛塞回眼眶，示意他把我往墙那边丢。好啊呀！倒吊人坚决不同意，语调焦急担忧。我笑着摇头，相信我，不会有事的。反正已经闹出动静了，不如闹得更大一点。墙壁在重击下破洞倒塌，烟尘弥漫飞舞。隔壁房间的人来不及惊诧，便被我抱了个满怀。老公，我声泪俱下，撕心裂肺，老公救救我！呜呜！顾林，方朝，弹幕最爱看的一集，打起来！顾林很给力，一抬脚就把这个破洞踹得更大了。谁欺负你了？就在那边。我好害怕！呜呜！我伸手往后指，脸埋在顾林胸前，结果被他抱住翻了个面，对上一脸阴沉的方朝。顾林低声道：“就是这个人吗？”我本意就是想让顾林压制方朝，可是现在为什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顾林放下我，颇为贴心地指了下角落，去那躲一下，乖。方朝的笑容早就消失了，下垂眼此刻也泛着冰冷的怒火。姓顾的，你真的很碍事，身份设定都不喊了。我沉痛闭眼，趁他俩打架的时候，我在墙角和倒吊叔再次接了个头，想跟他商量一下新的计划。结果倒吊叔只是看着我说：“不用了，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宝你等着看就行。”倒吊叔没再多言，摸了摸我的头就弹回去了，就像我离开的那一次一样。迟来的酸涩涌上眼底，我终于真切地感受到，我回家了。还在哭？顾林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伸手捞起我，脚步轻快地往外走。不是，支支吾吾半天一个整句没说出来。顾林轻笑，我赢了，所以我们换个房间一起睡吧。回家很好，但是再加上演修罗场也很尴尬。这是第二天，我在大厅和所有人会合后唯一的想法。系统正在补充规则，请玩家两组队，继续探索副本地图，至少有3道视线同时投向了我。我连忙低头。副本直播开荒一般为13天，第1天玩家自由探索，第2天强制组队，第3天由系统发布精确任务。这是系统在测试副本的多种玩法形式。我一开始的打算是按兵不动，降低玩家的警惕性，到第2天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不用发布任务就能直接结束。只是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每一步都乱七八糟。我叹了口气，引来对面工装男的注意。他语气凶恶，问我：“你笑什么？”工装男毫不客气，别以为有人罩着我就不敢说什么，
副本不是给你勾搭男人的，在这种地方发浪卖嗲，真是有够蠢。他嫌恶地白了我一眼，拉着一边的白领姐姐离开。弹幕爱看这种场景，纷纷各抒己见。说得好，废物白莲花被骂我很爽。要我说女的就不要参加游戏了吧，战斗力不行，只能靠美色，有的还没有美色。上面的你有事？训练场 Triple X 来，敢说就别怂。要我说男的就别参加了吧，不是看低女玩家就是骚扰女 NPC， 后面的言语冲突越来越激烈，我垂下头没有再看。别放在心上。沈岩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我身边，温声道：慢慢来就好，每个人都有成长的阶段。我保持着姿势，声音闷闷的：沈老师，你能跟我组队吗？什么？顾林和方朝异口同声：为什么不跟老公一起？嫂子你不保护我吗？这个设定为什么又拿出来了？我捂着脸躲开方朝的手，绕过顾林跑到沈岩身后，抓住他的衣摆。刚刚还在互相吵架的弹幕瞬间统一了战线。够了，我说够了，还是把这个死女人弄出去吧。恶心，她在干什么呀？真当自己是言情女主了？不管跟谁组队，求求副本 BOSS 把她带走吧。吐了。终端相碰，一旦组队系统也无法解除。沈岩面带微笑完成了这个操作。我愣了一下，别紧张啊。沈岩只当我还在介意工装男的话，便安慰道：抱大腿能抱上，也是一种实力嘛。况且你并不是他说的那般无用。他转头冲我浅笑，之前我们组队不就合作得很好吗？他这话是没说错。我跟顾林是纯抱大腿，和方朝是被他戏弄，只有沈岩这位大佬是真的在引导我，教我如何应对。他真的是个很好的队友。尽管弹幕气恼地骂我费白莲还染指过我们男妈吗？沈岩都没有在意，只是笑了笑。走吧，你好不容易挑中了我，得好好完成任务才是。他连这个都看出来了。没错，我刚刚是故意接近他的，不只是为了避开顾林和方朝，也是想拖延时间。工装男发难太突然，走得也太快，让人很难不怀疑。他把矛盾焦点集中在我身上，是为了掩饰什么？不等我想出头绪，沈岩已经停下了脚步。系统音突兀地响起，检测到有玩家触发支线，对内任务下发，请2位到餐厅用晚餐吧。我和沈岩对视一眼，他在警惕，而我在期待。大多数时候，青春公寓的内里是复式别墅的模样，以至于没有人能想到它其实是会改变的。系统发布完任务之后，就像是王水面丢了一块石子，涟漪泛起，场景改变。幽暗阴森的走廊从脚下延伸，看不见尽头。沈岩开口：餐厅在1楼，我们呢？我也是1楼呀。那为什么？后半句化成叹息。我顺着沈岩的视线转头，楼梯口只剩下一块光秃秃的平台，楼梯全都消失不见。但是木质的扶手还在，像是蜕皮的蛇，曲折蜿蜒，无限扭曲。我站在边边往下看，如同凝视深渊。小心！一只手拉住我往后退。沈岩谨慎地分析，已经进入场景了，这边没路，往前走。沈岩挡在我身前，左手往后伸，签吗？他见我没反应，只好自己动手，隔着衣袖握住我的手腕，笑道：别害怕。弹幕刷疯了，在干嘛呢？我请问了，这是副本。沈老师，你是真饿了？费白莲何德何能？走廊两侧暖黄色的壁纸，在昏暗的灯光下也不再温馨，而是透着诡异的阴森气息。墙边地面上靠着一幅巨大的画框，画中没有风景，也没有人像，只在右下角有落款：最好的晚餐，洪夫人。沈岩皱眉，有标题却没有内容，是还没开始画？会不会是怕弄坏呢？什么？沈岩拉着我小心翼翼地路过，下意识反问。不等话音落下，一只手突然从画框中伸出，枯枝一样粗粝的五指猛地抓住了我的脚踝。沈岩，弹幕，我擦，我不是抓错了人啊呀！沈岩迅速反应过来，回身来拉我。陆河，把手给我。我抬手，可是画框没给我们机会，只听哧啦几下，一双手脚都从中伸出，像是人一样匍匐在地，拉着我往后退。我跌坐在地，而沈岩侧身跃起，两只手在半空中错过。楼梯口处传来呼啸的风声，一道灰影破空飞来。小心身后，沈岩落地时被画框伸脚绊倒，借力墙壁，不曾想墙壁突然软化，如同泥沼一般吸住他，令他站立不能。我瞪大眼睛，看着灰影掠过了沈岩头顶，直直地向我扑来。啊！尖锐的叫声响彻走廊。弹幕刷疯了，妈妈这里的画框会长腿会跑啊，墙怎么还会吃人的？等等，那个影子窜得太突然了吧？我怎么好像有点眼熟？我去！啊！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画框人把魅影踢出去了。画框里的红夫人换了姿势，变成背面伸脚，正面伸手，一颗红色的头从中露出，狰狞而凶狠的嘶吼。我还没放信号，你出来干什么？急着投胎呀！魅影贴在墙边，壁虎一样，半透明的面容也张大嘴。是你慢了，你一碰到小宝你就不动了。还有谁让你抓小宝了？
我只要拖住时间，然后你出来吓人就行了。你管我抓谁？可是你吓着小宝了，不要仗着别人听不懂就大声密谋啊！我的沉默震耳欲聋，这就是你们的惊喜计划？什么调度失败的 NG 现场？眼瞅着沈岩已经给墙壁吃了一半了，洪夫人和魅影停下争吵，同时看向我。乖你回来了，一摸着你是不瘦了点。小宝等等 ，cut，我们再来一条哈！我狠狠闭眼，趁弹幕还在震惊消化，沈岩整颗头都陷入了墙壁里听不见，直接抱着他往里一摔，方才如泥沼的墙一下变得像轻纱。沈岩和我跌进房间里，在地上滚了2圈才停住。他焦急地坐起身，握着我的肩膀，你没事吧？刚才那么危险，你怎么就过来了？我没事，再不进来外面就控不住了。我正想着说点什么，身下的地板似乎震颤起来。沈岩眼神一厉，搂住我的腰就跳起来。这次他没有再借力墙壁，而是踩在了一边的矮桌上。轰隆隆的声音从地下传来，越来越近，伴随着势不可挡的热浪，地板被炸开，桌椅全部移位。我在颠簸眩晕中落进了另一个怀抱里，有点熟悉。怎么一会不见你就跟别人抱上了？顾林一身灰尘，面色不愉地收紧手臂。老婆，好刺激。该说不说，费白莲关键时刻扑人真的很生猛，上次倒吊人也是给我吓一跳。说起来，倒吊人好像也很眼熟的样子。OMG， 他们这是从地底下打上来的。好，刺激。弹幕很嗨，但我们氛围很冷静，四脸相对，四脸沉默。顾林率先动了，他掂了掂手，我条件反射地抱住他肩膀，一个肘击把自己正了出来。他的坏心眼没得逞，唇线绷直。方朝看在眼里，噗的嗤笑出声，气氛越发不妙。我再次寄希望于沈岩，等他说点什么就场。结果沈老师垂眸看着自己的手，一语不发。行吧。我深吸一口气，你们的任务是什么？系统要我们去餐厅。我们也是哦。顾林也点头。我顺势交换了一下情报，发现任务基本相同，最终目的地都是餐厅，就说一起。沈岩这才回神，走廊已经不能走了，找其他的路吧。顾林指了指外面，窗外也不能走。那怎么办？方朝咧开嘴，给出解决方案。他活动了一下手腕，伸长手臂。我眼皮突然跳起来。等等，不是要那个吧？没有路，就直接从这里过去吧。弹幕乐开花，这波是暴力拆迁流啊！笑死，哈哈哈！方朝领域展开，别住手啊！回答我的是墙壁碎裂的声音，烟尘弥漫，所有人都被变换的景象刺激的神色一震，弹幕也在欢呼，只有我肉痛的无声哭喊。我的房子！沈岩用积分兑换了道具，查到了餐厅的位置，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方朝打掉了这面墙，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地图提示这里应该只是客房。顾林瞥了一眼，语气平淡，可现在变成了卫生间。身后明明还是暖色调为主的客房，一墙之外的地方却截然相反。枪灰色的瓷砖整体发暗，顶上悬挂的白炽灯不停频闪，给室内蒙上一层幽蓝的光晕，就连温度也低了下来，如同濒临报废的冰箱内部。就在我们4个人都踏进卫生间之后，破开的墙洞突然抽搐了一下，如同活物一样蠕动着补全。系统提示音叮咚一声，触发支线任务，请找到所有的眼睛后前往餐厅用餐。顾林首先行动，他走到镜子前，抬手抹了一下，干燥的镜面却因这道痕迹产生了一层水雾，朦胧的人影浮现。镜中的顾林歪头开口：“你看到我的眼睛了吗？”话音刚落，背后突然走进来一个白裙子的小女孩，她怀里抱着一个红衣人偶，对着镜子微笑：“你们看到我的眼睛们了吗？”弹幕吓飞了啊！我去，他们俩会说人话。等等，这个也很熟悉，好像在哪见过。我刚要开口，便被人堵住。顾林退后几步，伸手捂住了我的口鼻。他在我耳边低语：“别出声，不能应话。”弹幕响了半天，突然惊叫起来：“我想起来了，这是之前镜中迷宫里的大 boss 啊！只要回答，就会被拉进镜子里。”白衣小女孩抱着红衣娃娃，不会是 SS 副本里那个最终 boss 吧？就是百人活动团灭那次吗？你这么说，我也有记忆了。之前那个画框人我好像也见过，还有倒吊人和魅影，是惊魂影院里的关卡 NPC。这些鬼怪不是早就消失了吗？为什么都在这里？镜面忽然晃动起来，水龙头也自动打开，轰隆的声响自管道深处响起，由远及近，向上涌来。小心！3道人影不约而同地挡到了我身前，我却透过缝隙看见镜中鬼影模糊的笑意，裂开的嘴角向下流着红色的痕迹，说：“我很想你。”我眨了眨眼，掩去酸意，小声回答：“我也。”方朝突然回头，眼神惊诧，他紧盯着我：“小何。”可下一秒，小女孩消失，水龙头骤然炸开，数不清的人偶娃娃从管道中挤了出来。哇呀呀，什么东西呀！人偶娃娃一落地便开始尖叫，如同幼猫却更加尖锐，声声叠加，令所有人难耐地皱紧眉头。一个娃娃抬起头，本应该是双眼的部位，只剩下2孔幽深黑洞，眼睛都不在了。
沈岩急声提醒，别被他们碰到，都躲开。可是晚了，人偶娃娃已经纷纷扑向了我，铺天盖地的淹没过来。每个娃娃碰到我后都死死地抱住，漆黑空旷的眼窝对准我，红色破损的线头像是血泪，然后张嘴就喊：姐姐你回来了，好想你啊姐姐，姐姐你还记得我吗？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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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耳朵只有姐姐。阿莫快要化形了，他看见男孩身上浓郁的死气，阿莫很难过，因为这8年男孩对他很好。在一个夏天，男孩身上的病气越来越重。有一天，男孩把阿莫捞起来，带着他去了海边。男孩站在一座巨大的礁石上，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盯着阿莫很久很久，直到落日西垂。男孩对阿莫说：真想看见你变成人的模样。他们说我的皮相很不错，你是个人就长得像我吧，代替我去看世界去冒险。再见了，我唯一的朋友。阿莫被放回了海里，也多亏了男孩的话，阿莫成功化形。我盯着阿莫的脸，惊奇道：你这张脸和他一样吗？阿莫点了点头。我有听闻，妖修炼到一定程度化形时会向人讨封，对方说什么十分重要，关乎妖生。那个男孩是特意说那些话的。阿莫接着说：我欠他很大的恩情，可惜没来得及还。我小心道：他走了。阿莫点头，又开始掉眼泪了，一整个哭包。我看了看手表，我来副本太久了，得回去工作了。但旁边这位，有时候我挺不喜欢自己的同理心，例如此刻，人家几句话就让我无法遏制的伤心，这时候走人，我的良心会难受。我看着阿莫，你是觉得你的病和他有关吗？因为你授意他的话，化形为人又长得像他，所以和他一样有病。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直很愧疚。我是在去他墓地的路上被强制收到副本的，我心里很遗憾。我每天都在想离开副本，每天都很烦躁。我揉了揉蹲得发麻的腿，站了起来。凭我从小到大做过的无数阅读理解，我大概明白阿莫的强迫症从何而来。我明白了，你的病就是个心结。阿莫猛然站起，眼睛发光，你能治？我问阿莫，你一直以来最心心念念的是什么事？我想去他的墓地看看他。我知道的，怪物没办法离开副本。我挣的钱还不够。说起来，怪物们的工资是为了兑换积分，达到一定的积分就能离开副本去系统局上班，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系统局里的怪物同事都是从副本打工升上来的。阿莫目前是无法离开副本的，对此我无能为力。阿莫的触手不知道从哪里变成了几串烤鱿鱼，说请我吃。我刚咬了一口，就听他说：你能先替我去看看他吗？我现在吐掉来得及吗？不过真的很香。算了，吃都吃了还是咽了。从水族馆的副本出来后，我去了一趟墓地，见到了阿莫口中的男孩。照片上的人和阿莫一模一样，但不会混淆，因为他们的气质截然不同。阿莫是跳脱急躁的，少年的眉眼是寂冷的。少年姓莫，阿莫的名字原来是随他。少年的墓碑上还刻画了一只小八爪鱼。管理人员说，这是根据死者遗愿特地刻的。再次进入水族馆副本，阿莫迫不及待地冲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去墓地。我告诉他我去了，还拍了照片给他看。阿莫盯着我的手机，泪眼模糊。看他浑身的低气压，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安慰，谁知他跟被火烧到似的，瞬间弹开几米远。我的手僵在半空，心想莫非他还有严重的洁癖症。阿莫防备地看着我，郑重道：我知道我很帅，但你可不能喜欢我。这又是什么情况？他不是洁癖症，是自恋症啊。他这句话让我也紧张了，我好不容易得到系统局的工作，他这句话很有可能让我被劝退。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你别冤枉我。阿莫说，你摸我头发。那些女玩家就是这样，一上来就对我动手动脚，又是喊老公又是喊宝贝的。你们人类真是饿了，怪物都不放过。我是坚决不接受跨物种恋爱的，变态。阿图莫的触手将自己围起，只露出一双眼睛。首先，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本人不仅拒绝办公室恋情，更拒绝跨物种恋爱。其次，我目前只想搞事业。最后，我摸你头发只是安慰，跟摸我家的狗是一样的。听了我的话，阿莫眼睛转了转，松开了触手。你不喜欢我真是太好了，你可是我唯二的朋友，是万万不可以谈恋爱的。我就不该多管闲事，差点饭碗都没了。在阿莫恋恋不舍的目光中，我赶紧离开了水族馆的副本，回到系统局，看见坐在我办公室的短发御姐，我心里咯噔一声。人事今天化了个烟熏妆，穿着一身皮衣，眼睛轻轻扫过，气场强大。他放下手里的错甲刀，双手环胸，擅离职位2小时，按旷工处理。等等，我是外出办事，水族馆 BOSS 的事才刚解决。人事站起身，小白呀，当初选你是因为你能力强，但你有个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摇头。人事指着我的心口，心太软。你要知道，做一名财务最忌讳心软，你这个职位就是要铁石心肠，理性至上。我解释，我没有怠慢自己的本职工作，
人事挑眉，我就说明白点，不要可怜怪物，更不要和他们建立联系。你只要处理好你工作上的事情就好，其他的事不要理会，也不要好奇。我听了有些不解，为什么？他们不也是同事吗？和同事处好关系也不行吗？你不也曾经是副本怪物吗？人事目光微正，第一次我看见他的气场柔和了下来。他走到我身边叹气，你真是困在副本世界很苦的，谁也不喜欢杀戮，即便是怪物。他们孤独习惯了，你突然的温暖又能持续多久呢？别忘了，你实习半年。人事拍了拍我的肩膀，还有别总看着别人，别忘记看看自己。心里有什么地方他陷了一块，酸涩得很。我回头，人事迈着长靴走远了。清明节休假前，我收到2封邮件。吸血鬼，能麻烦你去给奶奶扫墓吗？我会付你工资的。触手阿莫，听玩家说清明节到了，你帮我买些青梅去看他，他最喜欢吃酸的，下次还请你吃很多烤鱼。我回复了，好的。每年清明节前我都会有一次家族聚餐，今年也不例外。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我是家族里最差劲的孩子，也是最不讨喜的那一位。餐桌上大家都有说有笑，就我和家里的狗子一个劲的闷头吃饭。姑姑，小白，听说你找了份工作呀，在哪上班？我放下碗筷回答，对，我在，月工资就4000，扣除5险1金，啥也不是。我没说完，我爸就先我开口了。接着是我十分熟悉的场面，真是不明白了，他哥哥姐姐个个出类拔萃，就他读书不行，工作不行，性格又跟闷葫芦一样。帮他找工作，他又说不喜欢要找自己喜欢的，结果找了个月薪水前4000的，喜欢能当饭吃吗？小白就是性子安静老实，不适合职场，也到年纪了，给介绍对象，嫁得好才重要。佳佳单位有很多不错的同事，回头给介绍。佳佳和他同龄，重本还是国企，又嘴甜，他能有佳佳几分就好了。又宅又不爱说话，他亲姐长袖善舞，创业大老板，一点都不像亲姐妹。我默然地听着，视线里紧紧地盯着转动的食物，夹了一口又一口，尝不出味道和冷烫。小白不是财务吗？你堂哥我正好打算注册公司，咨询下你。我开口，好什么好？他就一实习生，半吊子，啥也不会，你还是找专业人士吧。扒下最后一口饭，我笑着说，我吃饱了，大家慢慢吃。我去了洗手间，镜子里的我微笑着，眼睛却空空的。有人打开我的房门，是我姐姐。对了，你那个工作辞了，去我公司上班。我拒绝，我很喜欢那份工作，公司很好，同事也很好。有什么好啊？没前途。你呀，社会生存能力低，在我眼下我可以照看你。我能挣钱，自给自足，有生存能力。我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见姐姐还想说，我打断她的话，我累了，我想睡觉。大家都在外面坐着呢，没礼貌，你出去坐会再睡。我人微言轻，去了也没人想听我聊天，我有礼貌没礼貌，在你们眼里都是废物。我把姐姐推出房间，锁上门。我背着门深深叹了一口气。从小到大，我也没犯错，乖巧懂事，还没叛逆期，但依旧被嫌弃，因为我成绩一般，太安静，不会说好听的话。整个家族都是学霸，就我一个学渣。从小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恨铁不成钢，失望的目光。你怎么这么笨啊？怎么就你不长脑子？哑巴吗？话也不爱说，丢人。更发生过拉着我去验 DNA 的情况。加上父母生意忙，我是姐伴拉扯大的，跟父母感情比较淡。其实家人好像对我挺好的，物质没短缺，但喜欢打压我而不自知。我说什么做什么，经常被当成耳旁风，被忽视。渐渐的，我更是一句话也不想说，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在。我拥有爱，但不被尊重的爱。祭拜完家里的祖先，我抽空先去给吸血鬼的奶奶扫墓。老人家面相和蔼，照片里的他笑得慈祥。我买了一只梨花猫摆件，放在他的墓碑前。给奶奶扫完墓，我提着当季新鲜的青梅去阿木朋友的墓。少年的墓碑前冷冷清清，只要守墓人统一摆放的白色花朵。他有亲人，却无人来看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真奇怪，奶奶和吸血鬼，少年和阿莫，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彼此挂念，彼此尊重。为何真正的亲人之间却大都不能做到理解和尊重呢？平凡如我，却像是原罪。小雨纷纷，山风拂来，冷得打颤。我拿起一颗梅子，咬了一口，好酸，酸的眼泪混着雨水落入地面，无人知晓。节后回系统局上班，我带了一堆吃的，给所有的同事都分了。给人事时，我试探开口，我可以给副本里的怪物 BOSS 带一份吗？只是吃的，不算违规吧？人事今日一身竹青色旗袍，挽着温婉的发髻，描着柳叶眉，整个人凌厉的劲淡了几分。听到我的话，他手掌轻轻挥了下，行了，去吧。得到允许，我开心转身。等等，脚步刹住，我回头。人事瞟了眼电脑说，有个怪物 BOSS 反映说没有收到工资，你看下什么情况，一会顺便去一趟对方副本。我惊讶，怎么这么久才说？那个怪物 BOSS 非常社恐且纠结，还有拖延症，你去吧。我点头。要去看的人多了一个，
我又多准备了一份礼。副本：血色蔷薇。上次见面在城堡里，我竟不知城堡外开满了蔷薇花，热烈又明艳。收到我的礼物，吸血鬼很意外。原本毒舌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谢谢你，这还是我在副本里第一次吃到外面的食物。他看着我从礼物盒里掏出来的食物，忽然眼前一亮。鱼干，小白你真好，我会给你钱的。我摆手，不需要给我钱，每个同事都有。吸血鬼实在不意思，在我走时送了我一大束蔷薇花，还热情问我你喜欢养蝙蝠吗？我送你几只当宠物吧。想到那挂满天花板的蝙蝠，我头皮发麻。大可不必，生怕他会去抓几只给我。我赶紧告别，我还有事呢，先走了。吸血鬼俊美的脸突然正色，小白，认识你真好，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财物。我呆住，第一次有人认可我称赞我，被认可的感觉真好。副本：疯狂水族馆。今天来的不巧，副本刚送走一波玩家，地板上全是血迹，空气里混杂着血液的铁锈味和海水的腥味，有点恶心。阿莫8条触手各卷着一把拖把，来回拖地。清理完毕，他凑到我面前，听说你要来，我赶紧把副本结束了。你还要自己打扫啊？反正也无聊，打发时间呗。阿莫收到我手里的礼盒，开心地挥舞着触手，迫不及待拆出来吃。好吃好吃。你这花是吸血鬼副本的吗？他盯着我手里的蔷薇花发问。我点头，对呀，你认识他呀？知道，不熟。阿莫拿了一支蔷薇花，突然说他喜欢你呀。不是，怎么不是？我听玩家说过，玫瑰是送喜欢的人的。这是蔷薇，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花吗？而且他为什么还给你手帕呀？我补充，送花也可以是朋友亲人，不只是爱情。我给他带了吃的，花是他给的回礼，手帕是因为吃东西没纸巾擦嘴。阿莫恍然大悟，那跟我送你烤鱼吃是一样的喽。我从礼物里面拿出一包青梅，阿莫盯着梅子，嘴角垮了下去，又想哭了。我赶紧塞了一颗进他嘴里，他酸得皱巴了脸。天哪，原来青梅这么酸，他每次吃都面不改色的。他触手都打结了，我禁不住乐出声。笑了一会，我发现阿莫直勾勾地盯着我。怎么啦？你开心的时候很好。我收了笑容，疑惑。阿莫撑着下巴，上次见你我就觉得你和他很像，你们都不开心。脸上笑着，眼睛没笑。你刚刚眼睛也笑了。我盯着海底隧道游动的海洋生物，心脏好像被温暖的水流包裹着。离开时，阿莫给了我好多的烤鱼，还问我要不要摸摸我的触手，吓得我直摇头，不合适。其他玩家可喜欢了，老想摸我触手，我想你们人类很喜欢呢。你是我唯二的朋友，帮了我忙我可以给你摸的。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再说就要触发敏感词了，我被人事谈话室小，丢了工作室大，而且我真的对触手男没兴趣啊。副本：落日之森。传说神秘的原始森林有无数珍宝，无数探险者趋之若鹜，最终却沦为句句白骨，进了小动物们的肚子。森林虽美，但很危险哦。这个副本我有印象，业绩似乎是最差的。按理说，这个副本地理困难模式业绩该是前3才对，但据说这个副本的 BOSS 太佛系，不仅不爱营业，还躲着玩家。至今玩家论坛无人知道落日之森副本 BOSS 的真面目。但我知道内幕消息，这个 BOSS 早就攒够工资，可兑换积分，离开副本去系统局上班。但一直没动作。遮天蔽日的树木覆盖了我的视野，微薄的阳光被层层阻挡在外。虽是白天，却如同身处夜幕前的交界点，只能窥见淡薄的暗光。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腥味，光线太差了，本就近视的我还没戴眼镜，有些看不清。我朝前走了一步，却猛然踏空，整个人向下陷落，无处着力。糟糕，是沼泽！千钧一发之际，一条湿滑有力的尾巴缠住我的腰，将我一把拽起，拖着我飞速游走。直到一处河流边的亮光处才松开，借着落日的光，我看清了对方的模样，一个人身蛇尾的美女蛇。她面露羞涩，看着我说话：“你好，我是这个副本的 BOSS， 我叫阿云。”我朝她伸出手：“你好，我是新来的财务，你可以叫我小白。”美女蛇盯着我的手，好一会才伸出手同我轻握。她的手是冰凉的，握了一下飞速收回手，脸上的红晕又多了几分。看得出来，她不仅社恐，还特别容易害羞。他的指尖在身上的鳞片上抠动，请问我为什么没有收到工资啊？完了，他又赶紧补充一句，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质疑你的，只是想知道原因。关于落日之森，副本1个月只开启一次，一次20到30人不定。但3个月前，佛系的美女蛇申请改为1月开启一次，一次进兔来5人。上个月5个玩家里有1个玩家通关了。至于为什么另外4个不合算呢？是因为美女蛇违规被倒扣工资了。因为玩家通关副本的限定时间是10天，如果10天内无人通关，也无人死亡，怪物 BOSS 就要解决掉玩家。上个月那个玩家他让对方在副本待到30天，并送对方通关。超长滞留被系统发现了，违约记录送到我这边。
按规矩，我只能扣除他的业绩。听完我的话，美女蛇像个犯错的孩子低下头。原来如此，我都没有细读规则。对不起，耽搁你时间了。没关系的，我正好给大家派送礼物，这个是给你的。我将手里的礼盒递给美女蛇，她受宠若惊，向我再三确认是不是真的给她的，才收下。河边的风景和空气很好，我同美女蛇一起分享着食物。她吃东西时也是小口小口的，眼睛亮晶晶的，身后的蛇尾因为愉悦而轻轻晃动。我问她为什么要帮那个人类，也许是我表现出来的友好，美女蛇告诉我那个人类是她恩人。美女蛇来副本之前生活在一座山里，因为化形失败，落得半人半蛇的样子。她的怪样让上山的人发现了，天性良善懵懂的她不忍伤人，却被人类欺骗。她被人抓起来当作商品展示卖票，还被迫学习很多杂役，动不动就挨打。直到某天关在笼子里的她和一个溜进来的女孩对上眼，女孩目睹美女蛇被凌虐的画面，气得发抖。女孩找了伙伴，在一个深夜把美女蛇放出来了，带着美女蛇往一座森林跑去，还塞给她一份地图，叫她逃到原始森林去，一定要躲着人类。她说话的声音轻缓平静，我却听得揪心。就像马戏团里的动物吗？她眼神茫然。马戏团是什么？就是一群被圈养的动物，学习卖艺取悦人。美女蛇似懂非懂，我学不好，他们就把我的鳞片拿鞭子抽打我，很痛。我的视线落在她的身体和蛇尾，眼眶湿润。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了，我已经蜕过皮，那些伤疤都没有了。我望向背后阴暗无光、透着腐烂和死寂的无边森林，问你为什么不去系统局，依旧留在副本呢？美女蛇垂下头颅，长发挡住了她的侧脸。我听到她说，我害怕，我怕人也怕其他的怪物，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自己待在这里很安全。伤疤从来不会不见，都刻在她的记忆里，影响着她。美女蛇撩动长发别在耳后，她转过身对我微笑，谢谢你，第一次有人真心和我聊天。东西很好吃，你也很好，以后可以多多见面吗？最后一句，她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我望着她，却晃了神。隔着不同时空和场景，我看见了那个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的女孩。她害怕恐惧着和他人交流，门外的数落不断，门内的她偷偷哭泣。她也曾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人，讨好他们。你没事吧？我回过神，上前拥抱她。当然啦，我们会多多见面的。离开时，我手里又多了一份礼物，一大筐蘑菇。就这样，我带着蔷薇花、烤鱼、蘑菇回去系统局。我叫白向月，在恐怖系统局当财务。截至今天，我上了3个月的班。我的同事很有爱，虽然他们都是怪物，但是特别好。好在没事不会出现在我这个 I 人面前。唯一和我交集最多的是无脸女人士。我每个月核算完工资，都会去各个副本巡一遍。表面是复核工资，实际是和副本 boss 们聊天吃喝。平日里我们就用邮件联系。今天我又收到新邮件了，吸血鬼。昨天有个玩家说我没有水族馆那只八爪鱼好看，可笑。我觉得玩家的眼睛可以不要了。触手阿莫，哎呀，天天都有人跟我告白，动手动脚，烦死我了。我可以告人家性骚扰吗？美女蛇，小白，你上次给我带的蛋糕好好吃，秋天到了森林里结了很多果实，下次来我带你尝尝。我一一回复，心情很美好。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要努力争取转为正式工，未来也想和大家共事。我敲打着键盘，干劲满满。忽然，人事弹出聊天框，让我去一趟人事部。我来到人事办公室，却见他脸色严峻。发生什么了？我才刚坐下他对面的椅子，人事就甩给我一份报告。你自己看。我打开报告，瞳孔微缩。人事语气冷漠，很抱歉，你被辞退了，不能继续在我司工作。刚进系统局时，我填过一份问答，还做过心理咨询。眼前是我的心理报告，诊断中度抑郁症。我没有影响工作。你没有影响工作，但是你的精神状态很危险。工作再重要，也没有你自己重要，你需要停下，去治疗。我挣扎道，这不一定准，我的情况我很清楚，我每天上班状态都很好，我没有寻死觅活的念头。人事敲打着桌子，白向月，你诊断为阳光型易突郁症，你要正视自己的情况。我也观察你很久了，上次我就提醒过你了，你觉得你自己没问题，你是不知道，你跟吸血鬼见面突然流泪，他才给你手帕。你去水族馆的时候碰水母，不是你无知，是你想走向死亡。副本关闭期间，海洋生物是不会引诱人类送死的，是你死亡的念头吸引水母靠近你。落日森林里没有沼泽，它是因为你的幻想出现的。你是不是经常靠窒息感抑制悲伤？还有，你在上班的时候有过几次无意识锁住洗手间大门，事后却一点记忆都没有，以为是别人干的。人事接连质问，让我的大脑发出嗡鸣。他很生气，喝了口水缓了情绪。本来你也就实习半年，现在只剩3个月，局里会以10倍薪资赔偿你的，你还是好好治疗下自己。我挫败地塌下肩膀，说我知道了。离开时，我和副本的怪物们告别，他们纷纷不舍。吸血鬼，你不是财务吗？
你自己注册公司创业吧，我跳槽。触手阿莫加一，我跟你混，你可是我的朋友啊。美女蛇，我也可以跟你走吗？我不想你走。我失笑，哪有那么简单？除开资金，各行各业还需要资质证明呢。最后，在他们恋恋不舍的目光中，我离开了恐怖系统局。离开系统局2个月了，这期间我没有回家，而是出去旅行了。当我躺在沙滩上看星星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你还愿意回来吗？我立即从沙子上坐起身，大声回答：愿意。电话是人事打的，他告诉我这段期间我不在，副本 boss 们都在闹革命，集体发疯，要么在副本里嘎嘎乱杀，要么罢工停业。当然，并不是他们的威胁有效果，而是系统局每3月1次的心理报告里，我离职前的第2次心理报告显示我的抑郁症转为轻度了。鉴于我的工作能力和怪物同事们的上书建议，系统局同意我回去上班了。人事还说，如果我的抑郁症好了，我可以直接转为正式员工。这个好消息让我连夜收拾行李回去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和大家见面了，生怕系统局反悔，我一下车直接拎着行李去报道了。见到风尘仆仆的我，人事猝不及防，禁不住笑出声。没见过上班比你积极的。我却望着他身上的工作牌凌乱了。你不仅能变脸，还能变性的吗？我的眼前是穿着黑色西装、身材高大、戴着金丝框眼睛的男人，浑身上下散发着斯文败类的俊美反派气息。人事抬了抬镜框，嗓音低沉：好看吗？我点了点头，好看。他看着我，冷清的脸忽然绷不住弯腰大笑。他扯掉身上的工作牌：笨呐你，这就认不出来了？熟悉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惊呼：吸血鬼！我话落，旁边窜出来一个少年，黑色的粗手缠住我，将我举高，兴奋转圈，直到我喊停，我头晕了，才被放下来。阿莫开心和我分享，我们都升上来系统局上班了，以后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了，可以天天见面。说完，他看向背后，喂，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白色的墙壁后慢慢探出一个女生，碰上我的视线时，她红了眼眶。阿云，美女蛇已经幻化出双腿，她朝我跑来，一把抱住我，欢迎回来。阿莫附和，欢迎回来。吸血鬼也微笑着说，欢迎回来。我抹了抹脸上的泪水，笑着回答，我回来了。